Hello， 大家好，我是崔面语。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我们来讲印度圣者高僧预言。2026年呢是新场文明的黎明。在上个世纪的印度圣者里面，有一个叫做尼姆卡罗利巴巴的人，在他离世之前呢，留下了一个时代密码的预言。答案呢不在那些关于瞬移读心以及无中生有的传说嘛，而是在他临终不说出口的那一股宁静之中。尼姆卡罗利巴巴呢，原名是克什米纳拉扬夏尔玛，他是出生于1900年的北印度，当时的家境比较普通，生活朴实。他不像是典型的印度的上师是有严格的修行背景的。他没有名师指导，15岁呢依习俗而成婚，17岁呢突然离家出走。他就说自己呢仿佛像被什么召唤一般，踏上了漫无目的的流浪之路。他说他在山林里、河畔呢与街角之间行走，不求名利，不求悟性，只在沉默之中呢与世界共呼吸。后来人们问他是在哪里修行呢，他总是淡淡的微笑。虽然他的生命之中与肯吉达姆寺、哈努曼加西寺呢等各种有名的寺庙有着深度的连结，但对他来说呢，真正的修行不在山上，也不在宫殿之中，而在每一个能敞开心扉的瞬间。他的灵性提升呢，也不像其他上师那样剧烈，他更像是一棵自然向上生长，而不需要经典，不需要苦行，只需要真实的一个人。他的弟子说巴巴的力量不是神通，而是一种能让人瞬间安稳的那种心肠。他常常看着一个人几秒钟呢，就能够知道对方的痛、恐惧以及渴望。他不批判，不教训，只是把那份情绪呢接住，就好像世界再黑，他都不会退后一步。他的觉醒方式呢，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看见人性所有的裂缝，却依然呢选择包容。许多人会误以为他在教学宗教，其实他始终在教的只有场，是一种无需语言、无需仪式、无需理论，就能够在两个人之间悄悄发生的心念交互。当时的人只是觉得靠近他呢就会觉得安心，如今的人呢则慢慢的发现那种安心呢不是盲信，而是一种更高阶的生命运作原理，那就是心的能量，它是会同调的，会共鸣的，会集体扩张的。巴巴圣者就说2026年呢，之所以被世界许多神秘的传说视为是转折点，不是因为上天的剧本已经写好了大灾难，而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呢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限。资源洪流呢挤压着注意力，演算法呢牵动着情绪，社会呢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而人心呢却没有被设计成可以承受这样的速度。而古老东方的哲学里常说心若乱，世界皆乱。但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呢，是被科技实现的。每一次刷手机呢，就足以在脑内激化出比古代1年还要多的那种情绪的波动。而在网络中，一个社群的平台就足以让整座城市的恐慌同步跳动。当外界复杂的讯息强大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人的心呢，其实只有2条路可以走，要么被淹没，要么觉醒。所以在印度的瑜伽传统之中称这种时期为过载期，而过载之后呢，就一定会出现反弹嘛。而2026年的特别呢，就是在于全球内外压力已经累积到了临界点，人类的意识呢，会像长期压缩的弹簧，突然向上反扑。这并不是神机，而是物理。情绪的能量、思想的能量、群体的场域呢，本来就遵循着能量的守恒，而压得越深呢，回弹就越高，所以社会的焦虑就越强，人心对宁静的渴望呢就越猛烈。这就是为什么冥想、灵性、正念、内观在2024年到2025年爆发，而真正的浪潮呢，则是在2026年呢才会全面的淹没。启动这股浪潮的不是某个宗教，也不是某个科技的突破，而是一股新的文明的力量，心场。现代科学已经能够观测到心脏的电磁场呢比大脑强数千倍，而能量场呢会随着情绪的扩张而收缩，甚至能够影响周遭的人的脑波。这让这个尼姆卡罗利巴巴的存在呢就有了新的解释了。他不是有能力的人，他只是把心场调到最稳的一个人，而稳定的心场本身就能够产生影响力，就如同一个音叉呢能够让另一个音叉震动一样。当年的贾伯斯，谷歌的创办人以及许多的西方的工程师呢都被他吸引，不是因为他有魔法，而是因为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呢就已经活出了2026年之后的文明形态了。
而这个文明形态不是太空文明，也不是 AI 文明，而是新场文明。在新场文明里面，逻辑不是主宰，感知才是；速度不是优势，稳定才是；讯息不是武器，心念才是共振的核心。在这种文明里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靠语言维系，而是靠场来决定靠近与远离。国家的兴衰呢，不再取决于武力，而是取决于集体的情绪密度。创作者的力量不再来自于技巧，而是来自于他们能否调整别人的心场。换句话说呢，就是世界会变得更灵敏、更透明，更容易被内在的状态改变。这是巴巴一生呢都在示范的东西。当人类的意识开始加速弹起的时候，许多现象呢会以惊人的方式浮现。直觉呢变得比数据更可怕，情绪的影响力比政策更强，爱与恐惧呢都会比以前更显化了。这不是玄学，而是集体意识呢在压缩后的反弹效应。那有人就会在2026年醒来，突然之间发现呢思维速度变慢了，心却变得更稳了。有人会在极度的混乱之中莫名的找到内在的轴心。更多人呢会开始询问我到底想要什么？而这就是巴巴导师的入口了。他从来不要求人改变世界，只要求人呢改变内心。因为他知道，当足够多的人心变得稳定了，世界呢自然就会改变。所以2026年呢不再是世界给我们新的语言，而是世界要我们重新学会一种古老的能力，就是稳住你的内心嘛，而不是更关注于外在。这是巴巴的预言，也是世界新的预言。久而久之呢，人类会慢慢的理解真正的力量不是控制，而是共振；不是赢，而是同频；不是预知未来，而是让自己成为未来能量的一部分。这就是新场文明的起点。而2026年呢，只是大门刚刚打开而已。在所有关于尼姆卡罗利巴巴的传说里呢，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一种光亮的部分，就是他的慈爱，他的安心感，他的沉默的能量。他似乎能够在混乱之中让一切自然的平息的力量。然而多数人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就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光，是因为他看得见人类最深处的黑暗，而且从不逃避。当弟子们把嫉妒、愤怒、羞愧、恐惧都隐藏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能够轻易的一句话就把它指出来，就像是一把温柔的刀，把每一个人最不想面对的部分切开，让光照进去。他从不责备，也从不纵容，因为他知道，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文明人类的黑暗不是问题本身，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害怕看见它。这也是为什么2026年呢被视为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呢，人类再也藏不住黑暗了。如果人类把意识比喻成一座集体的房子，那么过去的50年，我们一直往里面在塞杂物，造成了社群焦虑、虚假的形象、情绪压抑、资讯沉溺、对控制的执念、对孤独的恐惧、对失败的羞耻，每一样呢都塞进了房间的最深处。我们以为房门一开世界就安全了，但杂物呢越来越多，终于在2026年呢几道房门再也关不起来了。这正是印度传统里面所说的完美时刻。而黑暗累积到极限时呢，必然会被光呢击破。这种击破不是外在的灾难，而是内在的无法再逃脱的逃避的看见。尼姆卡罗利巴巴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当他的弟子害怕自己的黑暗时呢，他会让他们坐在他旁边很久，久到恐惧在心里无处可逃，然后他什么也不说，只是让对方感觉自己呢依旧被爱着。那一刻呢，黑暗失去了破坏力，因为它被看见了，被接住了。这种方式正是人类文明在2026年将要面临的考验。当我们必须第一次坐在自己的黑暗的旁边的时候，而不是用科技、娱乐或速度把它推走。而2026年的黑暗呢，会以3种方式呈现。第一种呢，就是个体层面的情绪透明化，人类会突然发现自己压抑的东西再也藏不住了，焦虑越来越快，愤怒越来越难忍，孤独更刺痛，欲望更赤裸。这看起来呢像混乱，其实是觉醒。因为情绪从来不是敌人，它只是提醒我们内在的未完成的对话。当人类无法再压抑住情绪，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被迫开始与自己讲真话，而讲真话的正是新的根基。第二种就是群体层面的遮罩呢会破裂，因为社会的假象会快速瓦解，比如说虚假的形象、表演式的善良、集体伪装的和平都会被下架。
而政治极端化、群体愤怒、舆论对立只是表象，真正的本质呢是人类在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彼此理解？群体的黑暗不是敌意，而是不再愿意假装。这虽然动荡，但也是文明诚实面对自己的开始。第三种呢是文明层面的科技反照。他说 AI 呢不会带来黑暗，它只是照出早就存在的黑暗，而算法放大呢不是恶，而是未整合的人心嘛。科技让世界呢加速暴露，而暴露正是进化的前提所以2026年之后呢，人类会明白一件事情：科技不是风暴，心才是风暴的方向。科技只是一面镜子，而镜子中反射的是我们一直以为可以逃避的阴影。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呢？巴巴的方法很简单，但也最难。他说是不逃避、不对抗，而是转化。第一个转化呢是心的稳定。巴巴一再展示是一种不被外境拉走的中心。到了2026年呢，真正的强者不是最会批判、最会预言、最会分析的人，而是最能够保持内在平静的人。他说文明最终呢会明白，内在稳定呢是心的超能力，因为最稳定的心场呢能自然调整周围的混乱。第二个转化呢是对自己的黑暗保持慈善。巴巴从来不要求弟子完美，他只是要求他们诚实。他知道只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阴影呢，阴影就会变成力量。所以2026年之后呢，那些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不安、承认自己真实的人，会比那些假装坚强的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浪费能量来维持伪装了。而第三个转化呢是集体的心场。巴巴带来的力量呢不是个人的，而是群体的。他让弟子们呢意识到，一群心安的人在一起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场域。所以2026年呢将会出生更多这种心场的群体，小而真实，少而深刻，不靠制度，不靠组织，只靠真诚与连结。而这种群体呢是未来文明的种子，像小型的光之岛，在黑暗里呢照亮彼此。因此2026年呢，黑暗并不是一场终结，而是一场召见。它不是要毁掉这个世界，而是逼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当所有外在的保护都破裂，我的心还剩下什么呢？巴巴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只剩下爱。不是浪漫的爱，不是宗教的爱，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承认。承认我有黑暗，你也有黑暗，世界都有黑暗，但我们仍然可以不被它吞噬。这就是尼姆卡罗利巴巴对2026年要说的话了。黑暗不是来毁灭你的，它是来让你记得你自己是光。如果要为2026年被这个全球焦虑投射成巨大阴影的年份写下一个结论的话，那么尼姆卡罗利巴巴生命本身就是最贴切的一个隐喻。他不曾说过宏大的预言，不谈末日，不谈救世，也不谈高深的哲理，也不靠奇迹呢建立权威。他所做的一切呢，就是在最乱的人心里示范一个最简单却最难的力量。无论外界如何变动呢，心永远可以不动。2026年所谓的黑暗呢，其实不是世界将面临什么坏事，而是人类第一次被迫的召见了自己，召见那些被科技加速放大的情绪，召见那些被社会压力挤出的阴影，召见那些被演算法推到极端的位置，召见那些我们一直假装不存在的脆弱。这种集体的召见呢，是文明不可避免的成长的痛，也是黑暗真正的意义，不是摧毁，而是揭露。所以巴巴早在半个世纪前就示范了这一点。他看得清人心的阴影，却不以阴影定义任何人。他看得见愤怒、嫉妒、恐惧，但从不把这些视为是错误。他知道黑暗不是人性的污点，而是人性被理解的部分，是每一个灵魂还没来得及整合的碎片。在2026年的黑暗呢，也是如此，不是惩戒，而是提醒，就是提醒我们要进入更高的意识，必须先看得见更深的自我。而面对这个时代呢，人类是有3种选择的。第一种就是试图逃跑，用更快的娱乐、更大的资讯、更强的刺激呢，来淹没那些被触发的痛。但逃避呢，只会让阴影更大，让黑暗呢越来越无处容身。第二种呢，就是与黑暗对抗，把错怪罪于他人，怪罪于系统，怪罪于国家，把所有不安的投射成外在的敌人。然而对抗呢，只会让分裂更深，把人心撕得更碎。最后一种呢，也是巴巴一生示范的方式就是第3条路，与黑暗同坐。
他从不要求弟子摆脱恐惧，而是让恐惧有一个可以被看见的地方。他不要求弟子压住愤怒，而是让愤怒在他面前失去攻击性。他不要求人完美，而是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不完美，人值得被理解。这种同作不是妥协，而是转化。因为所有的黑暗在被看见后都会自然变得温柔的，变得柔软的。2026年就像是这种转化的时刻，全球从外在的依赖而转向内在的察觉，从速度思维而转向稳定核心，从外表风暴转向深层的整合。人类会发现面对黑暗最终的力量不是知识，不是武器，不是科技，而是心当心变得稳定了，它就能让混乱的讯息自动沉淀；当心变得清澈了，它就能够穿透外在制造的幻象；当心变得柔软了，它就能够把愤怒融化成理解；当心变得宽广了，它就能够容下整个世界的噪音，而不失去方向。88最后的启示从来不是世界会变得更好，而是你会变得更强。不是强在控制，而是强在能够承受，能理解，能够同频。这种力量不会产生英雄，而会在每一个普通人上点亮的。当更多的人安住于自己的心，旧文明的黑暗就会自然的崩塌，新文明会以安静的方式从心肠里长出，一种更诚实、更透明、更稳定、更能感知，也更愿意相爱的人类。因此2026年不是黑暗的终点，而是人类重新学会光从哪里来的开始。88就说不要害怕黑暗，因为黑暗只是光在来之前把所有该看见的东西都推到你面前。真正的预言从来不是外在，而是你内心的方向。真正的力量也不是未来，而是当下你的选择。是让心收缩，还是让心打开呢？当你选择打开的那一刻，2026年就不再是风暴，而会成为一扇门，通往新的意义的、新的连结的、新的文明的这扇门。那这就是尼姆卡利洛88会留给这个时代的一个预言。他说世界要变光，不是因为黑暗消失，而是因为你愿意成为那道光。所以大家愿意成为那道光吗？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